叩见老佛爷，叩见皇上，叩见各位主子。老佛爷，微臣已命李景忠大人封锁城门，进行地毯式搜索，一定将刺客拿获。行了，你的那些冠冕堂皇的话就甭说了，人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啊！你那什么关城门呐、地毯式搜索呀，那只能吓吓普通小老百姓。拿去给鲁大人看看。看见没有？人家说了，3天之内，如果不把20万两银子乖乖送上，咱们的主子里边就要有人被挖眼削鼻了。贵人，靖人，咱们又见面了。只不过今时不同往日，你手上可没炸弹呢。哼，老太婆，我既然落入你手，你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，少跟老子玩花样！哼，大胆狂徒，死到临头，你还敢如此出言不逊？让他骂，困兽之斗何必计较呢？靖人，哀家今天召集群臣，给你一个光明正大的公审，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你想骂什么就骂什么。过了今日，咱们也许永远不再相见了。我呸！光明正大，你也有脸说光明正大这4个字？我父子为你出生入死，在你逃难的路上，我父子怕你受委屈，好心赶来营救你，没想到你竟下那样的毒手，将我阿玛害死，连他的亲信和随从一个也不放过。要不是老子命大，也早就死在你手里了。你今天倒有脸跟我说起光明正大来了？我告诉你，你趁早把我弄死，否则的话，复仇不共戴天。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我就要跟你拼个你死我活！老佛爷，此人如此猖狂，烈性难驯，我看咱们也不必和他再多费口舌。他既然对行刺之举供认不讳，且证据确凿，您就直接量刑判罚吧。正是，依大清律，行刺圣驾者，且朝行在投掷炸弹，已犯10恶之谋反、谋大逆2项重罪。行刺者，应当示众凌迟处死；九族亲眷，当一并诛灭，斩首弃市。皇上，依你看这事儿该怎么办？靖人之举，其罪甚重。不过他是汉军正黄旗人，咱们不是还有8亿之说吗？也许在量刑之上。皇上，咱们大清律虽然对满洲贵族有一亲一故、一公一贤、一能一勤、一贵一兵，这8亿可适当免去罪犯的刑罚，可并不在10恶不赦之列。况且靖人所犯罪行乃是10恶不赦之首，万无可恕道理。难道皇上还要为这等狂徒开赦不成吗？我来说2句。要说这靖人，咱们就得先说玉贤了。玉贤大伙都清楚啊，可谓屡建奇功，实乃我大清朝忠臣是也。可偏偏得罪了洋人，八国联军点名第一个要的就是他的脑袋，还有那个瓦德西这个混蛋王八蛋。那个，总之啊，不是我们要杀玉贤，是洋人要杀玉贤。玉贤可以说是因为忠于我朝廷而遭洋人胁迫而丧命了。此君臣之大不幸、大无奈、大不舍。咱们再来说说这个靖人啊，靖人乃为人子者，近年来随他阿玛征战南北，纵横疆场，须臾不离，父子情深，血浓于水啊！一旦父帅死于不白，靖人于悲愤之下，宁为孤臣，不做逆子，冒险犯难，谋刺宗室，负冤子血，此伦常之首义也，靖人何罪之有？我要说的都说完了，你们接着说。
说，这傻小子今天怎么开窍了？说出话来还一套一套的。谁知道出口成章？罗大人，你说呢？也许开窍了，也许就开着窍。反正老佛爷选他做大阿哥，肯定是有道理的。大阿哥说的这几句话，真是说到哀家的心坎里了。这大不舍、大无奈、大不幸，真正道出了哀家的苦楚。竟然，你说你委屈，你知道哀家有多么的无可奈何吗？玉贤上了洋人要杀的名单榜首，哀家已经保不住他了。反正他横竖要死，就让咱们大清朝的忠臣死得壮烈些，死得痛快些，免得受洋人的屈辱。竟人呐，你恨哀家，你怨哀家，哀家不怪你。你三番两次的要刺杀哀家母子，哀家也明白。可是竟人，你说你委屈，你阿玛委屈，哀家我就不委屈了吗？那你为什么不同我阿玛讲清楚，让我阿玛死得那样寒心？本来哀家是不想说的，既然这样，哀家就告诉你吧。哀家在山西为你阿玛盖了一座祠堂。八国联军的外讧之后，这祠堂就正式开放，供百姓们瞻仰。哀家还为你阿玛写了一首悼诗。小李子，奴才在。念给他听听。这。委屈除谢在晋州，忠魂摇曳逼千秋。正气凌霄弥一代，青史垂名永不休。阿玛，阿玛。大阿哥今儿说的话，句句在理，又替刺客辩解，当着大伙的面儿又说了真话。我大清朝的大阿哥有这样的胸襟，哀家甚是欣慰。至于靖人嘛，该怎么个判法，哀家还得好好掂量掂量。各位爱卿，你们回去也好好琢磨琢磨，这事儿该怎么做。也替大阿哥、哀家跟皇上想个万全之策。妙哉妙哉，这段记载这什么意思啊？思琴呐，可见这卦韩大人来有事吗？你忙着准备登台？你说呢，韩大人？哈哈，那不是还有一点时间吗？韩大人来听戏的话，就到前台雅座去吧。我是来找你的。找我？你现在该去找素云才对。素云有你呀，我放心。哎呀，素云这个丫头疯疯癫癫的，前些日子我还以为她被火烧死了，哭得我是死去活来呀。她也不露面啊，硬看着这个当爹的受折磨，真是不像话。这不，我知道她还活着没有死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啊，愿意在外头玩就玩吧，玩够了就回来。再说她身边有你这么个好朋友，我也就放心了。韩大人，素云出了这样的事情，你对自己的女儿还这么放心，真是难得。思琴呐，到
要是你让我不放心。我好得很，不劳韩大人费心了。啊，这次真是多亏了陈然，要不然我还以为素云她死了呢。哎呀，陈然这次出来以后，他没有来向你道谢。跟我道什么谢？谢谢你替他向我求情啊。他是凭自己本事出来的，谢不着我。哦，那你就没有去看看他？我看他干嘛？他有什么好看？人的感情是很难说的啊。只要是喜欢了一个人，纵有千般的不是，万般的冷漠，可是在心里总是想和他在一起的。时机一成熟啊，那就会破镜重圆的。如果有这样的人，他一定是个傻子。我不会做这样的傻子，让人耍了一次再耍第二次，这绝不可能。思琴，你要好好为素云打算一下，多关心关心素云。女人要是能嫁一个自己心爱的男人，就是一辈子都吃糠咽菜，也是最大的幸福。作为一个男人，要是能娶上自己心爱的女人做妻子，那是最真正的幸福啊。我要换衣服了，你先出去吧。好，好。韩大人，这些年你对思琴好，思琴都记得。可我不得不告诉您一句话，剃头挑子一头热，热的那头难受，其实冷的那头更难受。家务，你说李春丽鬼鬼祟祟跑哪儿去了？该不会是通风报信，想要找人来抓我吧？哎呦，你别疑神疑鬼的好不好？抓你，我们俩的脑袋都保不住了。那他干嘛去了？人家李春丽正值壮年，天天和一双世年华、放荡女子共处一室，又不得放肆，那人家只好去可以放肆的地方放肆了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什么放荡啊？谁跟你共处一室啊？你们俩睡李春丽那屋，我睡这屋，这也叫共处一室啊？同在一屋檐下嘛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哎，我说，你不是在思琴姐姐面前现身了吗？你怎么不去找她呀？整天死乞白赖的待在这儿。哼！我要是不盯着你们两个，到时候又不知道写出什么狗屁文章，要气死我爹的话，还要让我然哥入狱，那我怎么办？哎，等等，放肆！你说李春丽，她敢到妓院就妓院嘛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还是你家那口子常去的地方，满清楼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，什么我家那口子？你咋胡说八道的？我告诉你，我阉了你！哎呦，怪不得你们家那口子不要你呢啊！这玫瑰虽美，可刺儿扎人。你再给我说下去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把那些照片全部送到宫里面，让皇太后看到那些照片，就知道你们在干些什么事情。到时候他们一定把你们这两个人统统变成太监。哟，我说姑奶奶啊，我怕了你了，行了吗？啊，你饶了我行了吗？哎呀，总而言之啊，你爹的命是命，你然哥哥的命也是命，我和李春丽的命还是命。你别整天拿着几张照片、几份报纸啊，去说三道四的。要是我们真掉了脑袋呀，哼，就按你说的，一准变成金牌厉鬼，吓死你！人家好害怕，人家会被你吓倒。哎，我要被你吓倒了怎么样？我被你吓倒怎么样？救命啊！我你哎呀！救命啊！好，暖，你少喝。来，干杯！暖，
暖暖听话啊，干，别让他喝了。暖暖，下次再一起喝啊！暖暖，听我说，干呀！干杯，干杯！怎么走呀？暖暖，来，各位大爷，干一杯！想你来，喝一个，暖暖少喝点啊！这暖暖小姐今天是怎么了？平常跟个冰山美人似的，今天怎么成火辣椒娃了呀？是啊，平常不3请4请啊，金子银子堆成山，可连他笑容都难得见一个。是啊，是不是跟那个陈大少爷掰了？他都让陈大少爷包了3年了，陈大少爷也该换换口味啊！要我说呀，暖暖小姐也该换换恩客了。这西安城第一大美女，就便宜那个草包了。不会吧？大少爷连巡抚千金都不要，哪能说掰就掰呀？来，各位大爷，暖暖，好了，各位大爷多担待啊！暖暖今儿喝多了，没喝醉呀，暖暖。来，差不多就行了，这年纪绕的，这不好了。什么不好？这里是满晴楼，要不是陈俊他们家开的旅馆，我金暖暖是满晴楼的第一花魁。要不是他陈倩的3妻4妾，他行他爱来就来，不爱来就走。这满晴楼也不是给他开的。来，喝啊！咱们喝，各位大爷，各位大爷都过来听好，来。别说3年前你们要带我金暖暖出去开个天价。3年了。就算你们要听我弹琴唱曲儿，钱也堆得金山银山吧。就是。今儿不一样，今儿我暖暖高兴，1两银子。1两银子就可以带我出去。暖暖，你真的要发疯了你！大家别理他啊，他今儿喝多了。别管我，我没醉。哎呀，这满青楼的人谁不知道你是俊爷的人呐？这3年来你一直是卖艺不卖身，你今儿是发疯了你！你胡说！听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。什么叫我是陈俊的人呐？我是他陈俊什么人呐？我告诉你，是他娶了我还是我嫁了他？妈妈，我告诉你，今天我在这满青楼待1天，我就是满青楼的人，我谁的人都不是。谁出银子，我跟谁走。1两我去啊！算了啊，去。算了。喝。你们这些男人今天都是怎么了啊？还像不像个男人啊？平常不是为了见我一面都金山银山的往外堆吗？啊？今天怎么都像缩头乌龟了？1两银子都出不起吗？1两银子都出不起吗？啊！哎呦，我的美人，我的暖暖，那哥哥我可来真的了，1两银子是不是？老子今天出10两。那今晚上咱们得好好乐呵啊！好，饶命！滚！你喝醉了，上去睡吧。陈俊呢？陈俊怎么没来？啊？好了，散了，没事了啊，没事了，散了吧，都散了。陈俊，他不要我了。
哎，请。哎，你不是成天的想知道谁给你送吃的送喝的吗？今天见了真主子，还不赶紧参拜大阿哥？承蒙大阿哥这些日子对我的照顾，也谢大阿哥今天给我带来这么多好的知识。嘿，你这个人，大阿哥成天给你好吃的好喝的，还花银子嘱咐我们，一定不要为难你，还让我们在鲁大人提审你的时候，在上刑的时候，一定要给你留情放水。你倒好，现在大阿哥在你面前，你连个跪拜都没有。你这个小子啊！这儿没你的事了，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。是。情人兄，都说我是个草包，可我这草包也喜欢结交豪杰，我看你就是个大豪杰，怎么样？给我个面子吧。大哥出口成章，言之有理，并不是什么草包。谢谢你今天在大殿上为我开脱，竟人我十分感激。只不过你我立场不同，竟人背负着国恨家仇，又犯了弥天大罪，已是将死之人了。劝大哥还是莫要与我交往的好，以免呢连累大哥你。我要是怕被你连累，今儿在堂上我就该顺着我阿玛的话，让老佛爷一刀宰了你。金仁兄，你是有所不知啊，身为大阿哥，真是诸多无奈啊。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话不该说，老得掂量。可今儿我顾不了这么些了。金仁兄，你阿玛死得惨呐，当时我这心里就跟锥子扎了似的呀。可如今我绝不能再让你们这些忠臣良将之子落得个如此凄惨的下场，这会让我大清朝多少忠臣良将的寒心呢？虽说我现在不过是个区区的大阿哥，万岁爷也不过才30出头，这皇位一时半会儿轮不着我，但是绝不能有丝毫的懈怠，不是？看来大阿哥对当皇上这事儿甚是迫切。实不相瞒，你说的对，甚是迫切。可敬仁兄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想要当皇上吗？不是因为当皇上有多么的荣耀，也不是当皇上有多么的享福，我就是想一展我的抱负，建立一个我心头的大清朝。这个大清朝应该崇尚先进的技术，任用有真才实学的人，还要有一套公正公开的法律，一切都应该是美好的、公正的。敬仁兄，你说这该有多好啊！大哥说的这些，不就是当今万岁爷所希望做到的吗？可结果，不是变成一场有头无尾、草草收场的百日维新吗？敬仁，你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，就冲你这句话，我大阿哥也要把你奉为知己。哎呀，你说的太对了，当今的皇上他失败了，这说明什么呀？他光有思想，他没能耐。他已经完全失去了自己的权利，在老佛爷那儿，他也完全失去了对他的信任。他就是个傀儡，他还能做什么呀？你看他那个畏畏缩缩、瘦成一把骨头、整天愁眉苦脸的样儿啊！你再看看太后，你看他说话那架势，你看他那精神头，他硬朗着呢。再看我大阿哥，青春年少。再过20年，我才当壮年呢。太后今年67，再过20年，她就是没，她也训不动朕了。到时候，这天下就是我大阿哥的天下了。可我大阿哥不能光说话，手头没人呐。要建立新的国家、新的政权，就要从现在开始。培植一批跟我一样有理想、有抱负的热血青年，就像敬仁兄你这样的人才。大阿哥太抬举在下了，您所说的人才，应该是陈然那样的人才。敬仁我不过是一介武夫，空有一身蛮力，那算什么人才？自谦了不是？文有文臣，武有武将。我大清朝需要的是先进的脑子和这个铁一样的拳头。你就是这个铁一样的拳头啊！因此啊，我今儿冒个大不韪，无论如何也要把你从堂上解救下来。敬仁兄，
普俊的这份心意，你可要明白呀。大哥，自打那次在山神庙见你对格格使强，便认定你是一个荒淫无度、好色之徒。今天听了你说完这番话，我才明白，你也是个贤能之人。竟然一直对你有误会，请大阿哥恕罪。哎呀，山神庙那次啊，景仁兄，你我都是男人，这情不自禁4个字，我想你应该明白。可有件事你不知道啊，老佛爷已经答应我了，一回京就为我和4格格赐婚。那天我是有点太着急了啊，让你见笑了。哦，原来你们有婚约。可是恕靖人直言，格格毕竟是女儿之身，即便有了婚约，也不该冒犯行事。可不是，我也后悔得很。靖仁兄，你所言甚是。靖仁兄，往事休要再提。我今儿在这儿可是跟你交了心了，掉脑袋的话我说了一箩筐啊，我就要你一句痛快的话，你可愿意跟我大阿哥共谋大业？如果你愿意，就言语一声；如果你不愿意，我大阿哥绝不会因此丢下你不管，我要拼死保全你的性命。大哥，原来你是这么光明磊落的人，靖人着实佩服。若靖人此次大难不死，定于大阿哥您鞍前马后，绝不敢有一丝的懈怠。好，快起来，起来！谢大阿哥。干！不过，靖仁兄啊，如今要替你脱罪，真是颇有些烦难呐。今儿在堂上你也都听见了，十恶不赦乃是历朝历代都沿用的条例。不过如今大阿哥倒有个法子救你，而且你如果依我计而行，我还包你一举4得。怎么样，靖仁兄？哦，果然有如此妙计。大阿哥，您尽管说，靖人洗耳恭听。好，靖仁兄，我反复强调，咱们这位万岁爷现在就是一个窝囊废，他的出现有点太不合时宜了，不但惹太后生气，还有碍我大阿哥一展抱负，真是如刺咽喉啊！靖仁兄，下回他们再审你的时候，你就说投炸弹行刺太后之事是当今万岁爷指使的。什么？你让我诬陷万岁爷？哎，话别说的那么难听嘛，怎么能叫诬陷呢？只要你出来指控万岁爷居心叵测，利用你复仇的意图供给你炸药，让你去谋害太后，你想想，其一，老佛爷必然下旨废了，那么我就提早君临天下；其二，你靖人也留了一条命；其三，更是除去了我大清朝可再度辉煌的最大的一块绊脚石；其四，你使我大阿哥提前登基，便是我的开国功臣，我定当委你重任。怎么样，靖仁兄，你就不要再犹豫了。大哥，那事成之后，你准备如何处置当今的万岁爷呢？他不整天想着那个死了的珍妃吗？这不正好让他帝妃合葬，双飞双送？大哥，你不觉着这一举4得之计有点太狠毒了吗？毒？成大事的就没有不毒的。我告诉你，万岁爷不也整天着梦想着变法维新吗？这事儿我替他办了，他也死得其所。君到3尺有神明，你就不怕万岁爷枉死来索取你的生命吗？哎，他要索命，他找太后去，他找不着我呀。大哥今日之言，令靖人茅塞顿开，也令靖人少时佩服。靖人着实留到了，靖人刺杀太后，实属小儿游戏，还视此举为英雄之举，以豪气为万千，实在是幼稚愚蠢，令靖人惭愧万分。哎呀，你就别说那些没用的了，我今儿就等你一句痛快话。你要是同意的话，我这就给你叫卢勇的，重新给你录一份笔供，如何？大哥，此举甚是重大，您容靖人好好想想再说吧。想什么想啊？我不都跟你说好了吗？好处明摆着，你早一天这么干，我就早一天。你不就早一天脱身吗？大哥，还是容靖人好好想想再说吧。
就即便真是如此，也得容我好好想想再说呀。总不能信口雌黄，惹人生疑吧？你好好想想吧。光明大道我是指给你了，走与不走你自个儿掂量着办。我等你的好消息。皇上，怎么样？又输了吧？啊！万岁爷呀，难得你今儿这么高兴。姐姐，咱宫里这么多绣工，让他们去做嘛，你何苦这么劳心劳力的？没事儿，闲着也是闲着。切，做了皇上也不带呀。姐，众爱卿平身。朕为国断旨，即日起，全国上下无论文武百官还是平民百姓，都要断其一指，以示对朕的忠心。瞧，看看，你们都看看，老佛爷，你看这帮人安的是什么心呢？一个个的。念。这。老佛爷，这上面写的大逆不道啊！奴才不敢念。再说这张张写的也不一样，我不知道从哪儿念。照着飞镖的顺序，挨个往下念，快念！这御笔亲书打借条，20万两银子月月供，限3日内奉上。逾期挖眼再削鼻，岂有此理！哀家活到这把岁数，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。啊，小小的一个匪帮，绑架了大阿哥，断其一指，还要皇上亲自写借条。如今催债催到哀家跟前来了，我大清朝的天威何在？颜面何在？老祖宗，这可是一帮杀人不眨眼的强盗啊！您看看，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呀！老祖宗，从四儿跟那贼交手来看，此人武艺高强，尤其是善使轻功。听说苍鹰帮的帮主大苍鹰也善使轻功，能孤身入乱军之中，飞身取对方首领之首级，尤其是那双鹰爪，其力可碎金石，且神龙见首不见尾啊！而且从未有人见过此人的真面目，莫非今日飞镖寄出之人便是那个大苍鹰？小四，你那条上写的是什么？老祖宗，四儿看得懂，这看着吧像是一笔账，可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没头没尾的。不过写着银货两起，吉祥喜铺，还有一个签名，这签名好像是钱通2字，下面还有一个日期，是1个月前。拿过来哀家瞧瞧。钱通，这名字好熟啊！你们谁听说过这个名字？老佛爷，奴才想起来了，鲁大人曾经跟咱们说过，
这个韩宇轩曾经失踪了一个账房先生，姓钱，人称叫钱账房，大号好像就叫钱通吧。你这么一说，哀家好像也有印象。叩见老佛爷，叩见皇上，叩见各位主子。老佛爷，微臣已命李景忠大人封锁城门，进行地毯式搜索，一定将刺客拿获。行了，你的那些冠冕堂皇的话就甭说了，人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啊！你那什么关城门呐、地毯式搜索呀，那只能吓吓普通小老百姓。拿去给鲁大人看看，看见没有？人家说了，3天之内，如果不把20万两银子乖乖送上，咱们的主子里边就要有人被挖眼削鼻了。老佛爷，刺客如此猖狂，而侍卫首领马大人已被人杀害，该如何应对？还请老佛爷明示。昨日之事，除了李景忠之外，这大内有刺客的事情，还有谁知道？除了下官和李景忠外，没有其他人知道。告诉李景忠，立刻停止搜查，明儿城门照开，把李景忠调到宫中，代替马玉坤的位置。至于锁金嘛，你们也都累了，都下去歇着吧。这事儿哀家跟鲁大人商量就可以了。来，喝吧，就是吃菜难喝。哎，李允，你怎么才来啊？对呀，俊爷都等了你半天了，去哪儿了？哎，那俊爷呢？啊，这来了，拉帮使的功夫，满世界的吆五喝六的喊什么呢？哎，李允，我说你小子哪儿去了？我这差人找你半天了。别提了，一帮朋友拉我喝酒来着。过来呀！钱通，这不是韩宇轩的账房吗？这张条子就是从飞镖刺客身上拿到的。老佛爷，这钱通自打光明正大殿爆炸以后，他就失踪了，咱哪儿都找不着他。您不是怀疑他已经被韩宇轩杀人灭口了吗？怎么这张条子又会出现在刺客身上呢？卢勇，你与那苍鹰帮主交过手，以小四的身手，是否能割破他的衣襟，取他怀中之物啊？哈，老佛爷，恕臣直言，四哥哥虽为女中豪杰，功夫也算了得，但就微臣与那大苍鹰交手几下推测，老佛爷所说的事恐怕是万难呐。所以，这就是为什么哀家让你拿这张条子去找韩宇轩了。老佛爷，这微臣似有所悟，却又甚感蹊跷。老佛爷，恕臣愚钝，还请老佛爷明示啊。你想想啊，咱们到这儿1个多月了，这光明正大殿也炸了1个多月了，这钱通也失踪了1个多月了。在小四还没拿到这张条子回来之前，各个寝宫都已接到了飞镖，可见此人武功非凡，一定是苍鹰帮的帮主。这张条子也是他故意留下来给咱们的。老佛爷所言甚是啊，那这看来苍鹰帮是在向我们暗示什么？既然是在暗示，我们就应该明白。你还记得陈然说过吗？这些匪帮大部分都是因为韩宇轩横财暴敛，不得已才加入了匪帮。从这一点来看呢，他们对韩宇轩与哀家是同仇敌忾。这张条子与钱通有关，就是与韩宇轩有关，也就是与光明正大殿有关。啊，微臣明白了。
老佛爷，您是说这苍鹰帮控制着钱通，也就控制着韩宇轩贪赃枉法的证据？那么这张条子也是一个重要的证据。他们要那20万两银子，表面上是说所写的欠条到期前来索银，实际上他们是故意要留下这张条子，好让哀家拿着这张条子去诈那韩宇轩。这20万两可不是个小数字啊！如果韩宇轩不理也就罢了，如果他肯付这笔钱，那就证明这韩宇轩一定有问题。老佛爷，微臣还是不明白，既然如此直接留条便罢，为何搞一个飞镖技书这么劳师动众呢？这苍鹰帮主是个何等聪明之人呐！表面上是要给哀家一个一举两得，其实是要给他自己一个一举两得啊！老佛爷，微臣明白了，他这样做既不让您心疼银子，又能扳倒韩宇轩，对他来说呢，顺顺当当的拿到银子，又借咱们的手除掉韩宇轩，好聪明的连环计呀！卢勇，这追查苍鹰帮绝不能懈怠。记住，韩宇轩收监之时，也就是哀家带兵歼灭苍鹰帮之日。臣谨遵遗旨。为什么总感觉少了点什么？让朕来。珍儿，你每间有开小智，甚是调皮呀。皇上要珍儿说，您才调皮呢。朕怎么调皮了？你倒是说说，怎么调皮了？嗯？万岁爷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要是让太后看见了，恐又是一场是非呀。珍儿已去，就是生是非又能怎么样？无非是冲朕发一顿脾气，大不了把朕废了，反正是早晚的事。万岁爷，祸从口出，小心隔墙有耳。万岁爷，这话还是让奴才替您收着吧。听奴才一句话。这话挂在哪儿，也不如挂在您自己的心里。您看，这时候也不早了，您还是早点歇着吧。啊，哎，皇上，啊，朕有件事忘了告诉你，今儿这苍蝇帮的人一闹，朕倒想起来了。这个，嘘，姐姐，刚才吓死我了！你说这都什么人呀，胆子也太大了吧！不行，我得去看看皇上。刚才看他恍恍惚惚的，我怕他被吓着了。哎呀，我说姐姐，你又何苦吃这个闭门羹呢？你关心他，他可不会说你贤惠。再说你走了，我多害怕呀！行了行了，我还得去看看。你们都别跟着了，留下来陪着景妃娘娘吧。是。什么？端郡王他敢行此大逆不道之事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那天苍鹰派将我等包围之时，正是端郡王首先暴露了我等的真实身份。原来他这是要借刀杀人呐！后来卢勇及时赶到，再一见他借刀杀人之计不成，曾经拔刀出手行刺一阵。哎呀，天哪！就算是想让他的儿子早日登基，这也太歹毒了吧！哼，临危救朕的正是苍蝇帮那位二帮主花豹子。当时端郡王伤了他一刀，实则是那花豹子舍命替朕挡下了一刀。不会是巧合？那天场面那么乱，
也许是花豹子也想上前伤您，无意之中被端郡王所刺伤呢？哎，不是，这点朕绝对可以肯定。当时情况太过于危急，那花豹子由于替朕挡下了一刀而身负重伤，所以朕才故意让他挟持，才能使得他顺利逃脱啊。这老奴就不明白了，这苍鹰帮到底是敌还是友呢？朕也想不明白。不过以朕的直觉和他们的形势来看，即便他们是太后之敌，但不应该是我们之敌。皇上，您的意思是？朕只是觉得那苍鹰帮绝非那普通马帮如此简单。皇上的意思是，这大苍鹰或许是跟京城的保皇党一样，是从京城一路跟踪而来。朕现在也想不明白，果真是如此的话，那朕就更为担忧，更是于心不安了。哎，皇上，若果真和保皇党一样，您怎么反倒担忧了呢？他们不会是太后的对手啊！你想想，京城的保皇党如今都落到了什么下场？杀头的杀头，抄家的抄家，收监的收监。侥幸有几个逃到了国外，身边的家眷亲戚也是备受迫害。京城那边尚且如此，到了西安，太后对保皇党的绞杀只会是更加的变本加厉。为了朕一个人，而污了那么多忠君爱国之人的性命，朕实在是于心不安，也深感惭愧呀！皇上，您不该说这话。老奴说句放肆的话，您太妇人之仁了。但保皇党拼了命要保了您，保的不仅仅是您的性命，保的是您那作为帝王所能行使的无可替代的权威。只有您和您手中的权威，才能重开我大清变法维新的气象，我大清才有起死回生的希望。所以，保皇党保的是您，但同样保的是整个国家。现在，咱们在西安无依无靠，能说上话的只有一个四儿。如今，若果然有您的拥护之臣，为君者该做的不应该是拦着他们，而应该激励奋发，还我大清一个新气象，方不负英烈之血呀！皇上呀，曾几何时，珍妃便同你一样，也是如此的劝过朕。还有朕的启蒙老师翁同龢、康有为。可如今，死的死，走的走，个个都离朕而去。朕的这一腔热血，已被这无情的天地折磨的消失殆尽。朕时常在想，我是不是不适合做个皇帝？至少不是个好皇帝。像我圣祖康熙，和我一样年幼登基，同样遭人把持朝政，可仍旧创下了那样的丰功伟业。而我呢，同样是皇帝，却眼看就要成一个亡国之君。那日在堂上，大阿哥的胆量，大阿哥的言行，让我自愧不如。皇上，你说的对，真是太过妇人之仁了，根本就不配做这个皇帝。太后坚持要立父君为大阿哥，
也许真的有他一番道理。万岁爷此言差矣。您既然提到圣祖康熙爷而自愧不如，那老奴也斗胆，拿当今太后与那位孝庄皇太后做一个比较。若当今太后有那位孝庄皇太后的胸襟与贤能，又何来万岁爷您今日之叹呢？再说那位大阿哥，他的不学无术，荒淫奢靡，这是人所共知的事。那日在堂前，大阿哥的所言所行，确实让老奴大吃一惊啊。可是更让老奴深感怀疑的是，这些话里头究竟有多少是出自大阿哥自己的想法呢？万岁爷身处宫闱之中，阴谋欺诈层出不穷。万岁爷，您万万不可因为别人一时之举或者一时之语，便动摇了您自个儿的信念，此乃宫中大忌呀！皇上说的是。你怎么进来了？奴才叩见皇后娘娘。皇上，你和王上说的话，臣妾都听见了。谁让你偷听朕说话了？是不是太后？好，你现在听见了，赶紧和你的好姑姑汇报去吧。皇上，皇上只记得臣妾是太后的亲侄女儿，却从来也不记得臣妾是皇上您的亲表姐吗？皇上，你先下去吧，本宫有几句话想要和皇上说。皇上，你别走。皇上，皇后既然有话要跟您说，您就跟皇后好好说说话。皇上，老奴说句犯上的话，皇后待皇上的心，同老奴同真主子是一样的呀。皇上，皇上，你还记得你刚进宫那会子吗？那年你才6岁，姑姑和姑父怕你一个人孤单，又不能来看你，总是托我额娘把我送进宫里去替你解闷儿。那时候别提咱们有多亲近了。小时候的事情朕都忘了，你也忘了吧？我忘不了，我永远也忘不了。你那时候亲亲热热的叫我姐姐，姐姐，你跟我说，姐姐，这宫里头规矩大，你可别惹额娘生气了。姐姐，今儿姐姐别走了，陪在天睡吧。姐姐，他们不让我喊额娘，是额娘，叫阿玛是阿玛，我不喜欢，可总算我能叫你一声姐姐。别说了，过去的事情还提它干什么？我要提，我为什么不提？你还记得你多久没有叫我姐姐了吗？也许你都忘了吧，是我们大婚的那天，那天人都散了，从头到尾都含着一张脸的你，终于忍不住一头扑进我的怀里，嚎啕大哭。你说，姐姐，我永远敬重你，可是你看我多为难呢。从那以后，你就再也没有叫过我一声姐姐，也再也没有正眼瞧过我一眼。皇后，皇上，这么多年，您心里的苦，锦芬知道，可锦芬的苦，又有谁知？锦芬自选了修女，就是您的人了，您怎么待我都没有关系。臣妾无德无能，一心想和皇上好，可又没那才能。您视我为太后一党，全因为我叫太后一声姑妈。可皇上，您不也叫进芬的阿妈和额娘是舅舅和舅妈吗？皇后，别说了，这有很多时候是很无奈的。
朕不是忘了你这个从小大朕3岁的小姐姐是多么的照顾朕、疼爱朕。可是没有想到，你竟然成了朕的妻子，成了朕的皇后。太后这些年是怎么对你的，你也看得清清楚楚。我每次看到你，就想起聂行义和娜拉和太后那是一脉相承。叫朕，你叫朕该如何是好啊？静芬不想当这个皇后，静芬只想当你的姐姐。静芬是个懦弱的人，从来不敢违背太后，也没有珍妃妹妹那么好的才气，更不敢像她一样公然和太后作对。有时候，臣妾想，宁可是臣妾替珍妃妹妹续了节，那都是空话。可皇上，我能怎样？臣妾还是您的姐姐，这血缘之情是无法断绝的。皇后，姐姐，有您这句姐姐，我死而无憾了。我今儿来，就是想告诉你，静芬视你为夫君，为皇上。可是皇上，请忘记静芬是皇后，请忘记静芬是太后的侄女，只要记得，静芬是你的亲表姐，是你从小最亲近、最信任的好姐姐。姐姐，姐姐。李顺利，哎，过来。什么字？德呀，道德的德。德什么呀？得了吧你？德这么写吗？下回写清楚点，我看不明白。哎，回来。这什么字？这狂草也忒狂了吧？这是鹰字儿，这个。老鹰的鹰我认识，上头急了拐弯的，下头是个鸟。你这鸟呢？诸位大人，这不是老鹰的鹰，这是英明的鹰。哦，英明的英啊！你说这字儿看着眼熟，没几个跟老子攀上关系的。李顺利啊，你这字儿写的太草了。你看太草了，什么玩意儿？七了拐弯的，横七竖八的，重写。哎，我这，不是，好，我重写。嘿嘿。钢笔字儿啊，他写没血没肉，不舒服。我用小毫笔写，他又说太小看不清楚。这回啊，我可是用中毫笔，端端正正的正楷字写的。他说我狂草，还得要我再写一遍。你说我写什么，他能认识啊？堂堂的大个，就连道德的德、老鹰的鹰和英明的鹰都不认识。你就是用大扫把写，他也一样不认识。小五，哎，这个好，哎呀，你看这多好，一目了然啊！就照这个发，快去。就这么发呀？主编大人，咱这可是报纸，它不是连环画，就是连环画，它下面也有字儿啊，没字儿老百姓看不懂，不知道说什么呀。那就简单点，不要搞那么复杂嘛。不要像李春丽长篇大论乱七八糟的。对，简单点。你看这个，很好嘛，是不是？简单，一看就明白什么意思。在边上贴3个字：祖孙俩。就发。这是母子俩呀？这说的是这位老太太年过70，一直膝下无儿，结果得了一个儿子，
这是母子俩。什么俩？母子俩。母子俩啊？这么大岁数能生儿子？啊，有意思啊！哎呀，这母子俩就得动一动了，是不是？那就把旁边改了，把父改成母字，母子俩啊。就这么着，别人能看懂吗？怎么看不懂啊？一个老太太，抱个孩子，是不是？旁边有3个字母子俩，这不很明显马年得子吗？去，哦，家伙，过来！哎，这个说的是什么意思啊？嗨，这个，这个说的是，一个做买卖的，牵着这头驴去远方做买卖，结果没想到驴丢了。后来呢，1年后这驴回来了。嘿，1年了，驴还回来了啊？这是驴吗？这是驴精。驴，哎呀，这个复杂点儿，是不是？提倡，1年后，驴回来了，好吧？简单明了，全都明白了，去吧，发吧。驴回来了。主编大人，容我插一句。之前这个照片呢，是说老太太积德行善，最后呢，得了善火。这驴，驴回来了。我跟贾府的意思啊，是想借驴的忠心，讲这个人间的情义。你要那么配字儿，谁看得明白啊？怎么不明白呀？啊，配上你的狂草不就行了吗？我那不是狂草，我那是正楷。你少来，我就看你话多，磨磨唧唧愣充胃，一天到晚写一大篇啊，一层意思分出好几层来。去，我是主编，听我的，就照贾府照片配上简单的话，发了。看什么呀？干活！你们都是御风的金牌记者，怎么办事这么不利落呀？哎，这2天怎么没看见4格格呀？4格格出去采办了。采办？采什么办呢？我不说过要勤俭持家吗？这个4格格让他们管你们管不好，让太后给撸了，让他管钱吗？这个败家子儿，他都采办什么了？这4格格呀，看你这几天辛苦啊，特意上这个回民巷子采办了一些上好的牛羊肉回来孝敬您。真的？嘿，这丫头采办的好，你看这女孩就是比你们强啊！我才当了她几天的顶头上司，态度立马就不一样了。对。哎呀，她真去回民巷了？啊，对，去了。哎，对。把活赶紧干好，就照我说的做，好吧？我去办点公务，别偷懒啊！别偷懒！母子俩，1年后驴回来了。抓我干嘛？抓我干嘛？我没干什么事儿。别动，老实点。我没犯什么事儿啊！别动！你就是吉祥喜铺老板啊？正是。是。怎么了这是？又入刑了！老头大哥，老头大哥，那姓鲁的又在审谁呀？怎么听着这么惨呢？谁知道？听说就是个卖报纸的。你呀，得好好谢谢大哥，要不是他叫我们手下留情，你的小命啊，早就完了。老爷，卢勇鲁大人求见。他来干什么？你说我公务繁忙，无闲见客。老爷，卢大人猜着您会这么说了，他让小的告诉您，若您说公务繁忙不能见客，只要把您府上的人交给他，让他带回去断案就行了。他还想到我府上来抓人？他降了2级还不够啊，还要一降到底，回去当他的7品县令啊！
啊？他说带谁呀？老爷，鲁大人要带的是钱通钱账房。哦，叫他进来。是。回来。哎，你说我请。哎。怎么会有钱？难道是爹知道我要回来吗？其实，在以为你死之后，最可怜的人就是你爹了。听说他天天把自己关在你的房间里不出来，还不让任何人动你房间里的东西。卢勇怎么会在这儿？我爹这么鬼鬼祟祟的在干什么？我爹和他还有什么好谈的呢？莫非姓鲁的又是来找我爹麻烦，又要耍什么阴谋诡计陷害我爹不成？啊，请坐，请坐。韩大人，这吉祥喜铺老板的供词在这儿了，还有你那失踪的钱账房的收据也在这儿。在正大光明殿爆炸案之前呢，也不知道是这时局内忧外患呢，还是今年的天气热得格外长久，结婚的人是少之又少啊。这全西安可就一家吉祥喜铺，一笔单子呢，竟卖出1000斤黑火药，而这唯一的一笔大单子，竟是您韩府的钱账房签收的。哎呀，这小女成亲，用点烟花爆竹，这是常理嘛。哦，那你为何不直接去买烟花爆竹，非要买那引起正大光明殿爆炸一案的黑火药？吉祥喜铺的手工一般，但是火药却是上乘的，买他的火药找别的地方加工而已啊，有什么值得奇怪的？哦，那所制的烟花爆竹如今何在？哪家下的订单呢？经手之人还有谁啊？韩大人，还请您明示啊。哎呀，烟花爆竹成亲那天都放了，哈哈。至于是谁接的单子，谁做的，那本官就不知道了。你要问到这都经过谁的手，那我就更不知道了。这件事前后都是由钱通钱账房一手经办的。钱账房在本府任职几十年，深得本官的信任。啊，凡是我吩咐下去的事情，一般我都是不过问的了。韩大人，一挂1000响的鞭炮，也就用1斤黑火药。这1000斤黑火药能做多少烟花爆竹啊？都放了，可就能把这全西安都给点了。当日两公若没有在现场，你这话还可以搪塞。你可别忘，那当日两公可都是亲临现场。你这话跟卢某说说也就罢了，当着太后的面，你也敢这么说吗？这还有，您的钱账房，不管是失踪了也罢，探亲也罢，还是让人杀人灭口了也罢，跟在下都没什么关系。但是在正大光明殿爆炸案以后，他就了无踪迹。韩大人，这可有点匪夷所思吧？啊，这也许是巧合嘛。巧合，够新鲜的。韩大人，不知道下官把这2份东西拿去呈给太后和皇上，他们会不会认为这是巧合呢？鲁大人，
一贯和本官过不去。既然你手上都攥着这几个玩意儿，啊，那正大光明殿一案，虽然还没有确凿的证据，但已成昭然若揭之事。你何不拿着这些东西跑到太后那儿去邀功请赏？你和本官在这儿掰扯这些干什么？韩大人，生什么气呀？该不会是恼羞成怒了吧？啊，卢大人，要是没事儿，请回吧。韩大人，你还真想让我把这个面呈给太后啊？啊？哼，那不正是你平步青云、加官进爵的大好时机吗？哼，罢了罢了，上次卢某邀功请赏，丢了官衔不说，还罚了3年的俸银。哼，连功德桥的事儿也让你们和稀泥给和过去了，搞得在下查案是毫无斗志。这再查下去，还不知道卢某要领什么罪名呢。再说了，我和你韩大人也是没有什么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嘛。我纠缠下去干什么？也没什么好处嘛。来来来，坐下坐下坐下，坐坐坐啊！说得好啊，你我是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啊，何苦呢？没有好处嘛！啊，现如今的那是啊，没有好处的咱们不干，要干呢就干那些把没有好处的事变成有好处的事啊！啊，韩大人说得好，这没好处的事，卢某是绝对懒得做。啊，对。但是这个好处嘛，也看怎么比。所谓识君之路，担君之忧，下官奉命追查此案。禀报太后，那也是职责所在呀。这太后老佛爷一高兴，没准把我官复原职了。要这么想，也不是不无好处啊。说得对，说得对。不过，这好处也得看怎么比呀。小小的好处，总不如那大大的好处吧？那是那是。不过在下怎么想啊？太后那边的好处，它也是大大的。不止这小小的一点点哦。好。再大大不过这点好处吧？啊，韩大人，打扰了，下官告辞了。哎，陆大人，陆大人，哎呀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个怎么样啊？哎呀，韩大人啊，你可真是阔绰的很呐！你再看，在这书房随便一抓就是几万两银子呀！不过在下是搭着自个儿的前程保你全家的性命，在你眼里就值这点银子？哼，看来在下与你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啊！还是告辞的好。哎，不，陆大人，你别急嘛，你报个数啊，咱们好商量嘛。好，一口价400万两。好啊！哎呀，陆大人呐，你是不是胃口太大了一点了？那是400万两啊！怎么，你嫌贵啊？没有，嫌贵找太后说去，我无所谓。不，咱们商量商量啊，商量商量。韩大人呐，你果然是把这钱看得比天还大。400万两对你算什么？一座功德桥你就弄了100多万两，当了这么多年的巡抚，你又捞了多少雪花花的白银呢？到现在你跟我抠起这区400万两，好吧，商量那就算了，就当我没来过。哎呀，不，陆大人，你看看啊，就这一会儿功夫，你就来回折腾了半天。哎呀，你得容我，你就得容我再想一想啊。好，你想吧，我等着。好，就400万。不过这400万可不是一个小数字，你得
你得容我功夫把它凑齐了啊！好，韩大人干脆我卢某也不含糊，你说多少日子能凑齐？半个月，半个月！不，陆大人，是，我在这陕西的道上贪的不止400万，可这家大业大呀，这东西我不能不把这银子剩银子，我就把它搁到票号里了，让它在外面周转。可是400万可不是个小数啊，就是倾我家之所有，还得变卖东西才能凑得上啊。再说这动静大了，遭人质疑。你容我这挪动啊！到时候我一定把这400万凑齐，给你送去啊！怎么样？好，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。到了那日，我卢勇在驿馆等着你，咱们一手交钱，我一手把这东西当面焚毁，如何？好，陆大人，走好啊！这400万两，这狗东西吃肉都不吐骨头。哎呦，素云，你回来了！你可回来了！原来这就是我心目中为官清廉、一身正气的好爹爹。你好。不，你听我解释。哎呀，站住！你叫我干嘛？你叫着我干什么？难道你要告诉我，我刚才听到的、看到的一切都是假的吗？都是我的幻觉吗？哎呀，素云呐，你一走就这么多天，你都到哪儿去了？难道你一回来又要走吗？你这些天有没有冻着？有没有饿着？有没有谁欺负你？有没有谁让你受委屈了？素云，够了！不要再问我这些无关紧要的话。如果你想知道这些的话，那我告诉你，我很好，我既没有饿着，也没有冻着，更没有受过半点委屈。不，应该是说，我打从一出生到现在，从来没有饿着、冻着，也没有受过半点委屈。到今天我才知道，我没有冻着，没有饿着，从没有受过半点委屈，原来是这样换来的。哎呀，素云呐，爹这样我也是颇多无奈呀。颇多无奈？那无奈真的有这么多吗？多到让你贪赃枉法，多到让你草菅人命，多到让你连一座公德桥都不放过。我真傻，到今天我才知道我有多天真，竟然会相信你告诉我的那功德桥毁损纯属天灾。我竟然会相信你和我一样会为那些死伤的人而感到心痛。原来他们都是被你害死的，而你做的不是1件事2件事，不是1天2天，而是这么多年你都是这样在当你的巡抚。爹，我们要那么多钱干什么？我们要那么多用别人的性命换来的血淋淋的银子做什么？哎呀，素云呐，你亏我还去告诉苏秦姐，我为了那些苦主向他们捐了50两银子。原来这50两银子，不只是这50两银子，不只是这些钱。原来我韩素云从小到大，穿的每一件衣服，吃的每一口饭，花的每一分每一厘，这不都是别人的血和泪，还有写了一个大大的单字。素云呐，你说的没错，我那洁身如玉、出泥而不染的好女儿啊！你说的对，你爹是个贪官，在陕西这个道上，你爹是贪赃枉法、无恶不作、罪恶滔天呐！可是我这一切都是为了谁呀？我这么苦把苦业的置办的这个家业，这都是为了谁？这还不都是为了你吗？难道这是为了我吗？是为了让我有好日子过，让我不愁吃不愁穿，让我养尊处优吗？不，你是让我一辈子活在你的阴影之下，让我一辈子被别人戳着脊梁骨，骂我是大贪官韩逸轩的女儿。我不要这样的爹爹！素云，你站住！素云呐，你回来！你回来！你回来呀！
走远。好，你手拿枪啊，要抬起一点来啊，这样，你看。紫荆姐，紫荆姐，素云，你这是怎么了你啊？韩素云，你怎么这会儿冒出来了？你不是已经失踪了吗？啊，快说这些天你都跑到哪里去了？你知不知道你跑的这些天，你惹了多少事？你知不知道啊？先别说这些了，走，进屋去，走。好了好了，紫荆姐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到底该怎么办呢？要亲手把我爹送进监狱，我做不到；让我眼睁睁看着他自掘坟墓，一败涂地，我也做不到；要我做个傻子，当做什么都不知道，我更做不到。我还能做什么？我拿我这个爹怎么办？我拿我自己怎么办？紫荆姐，行了行了，别想这么多了，凡事还有我呢。我现在只剩下你了。哭吧哭吧，痛痛快快的哭一场。果然不出哀家所料，这20万两银子说多不多，说少不少，犯得着他韩宇轩花半个月功夫去凑吗？难道他就不怕夜长梦多，留证据在你手里？卢勇，你该不会又在跟哀家玩什么花样吧？老佛爷，老佛爷，微臣万万不敢，万万不敢呐！老佛爷，微臣那天当时就想拿出那20万两银子，可转念一想，他要再像那天似的来个当堂否认，那样的话，说不定还要栽赃微臣向他索贿，岂不又着了他的道？老佛爷，微臣已从那喜铺老板口中得知，当日购买火药的正是韩宇轩的一个心腹，一个外号叫大酒篓的捕快。这几天，咱们一方面可以从那大酒篓入手，将韩宇轩偷工减料、炸毁大殿、贪赃枉法、试图掩盖的罪行给他来个查案定审；另一方面，咱们可以静观韩宇轩这15天有什么作为。最主要的是，待微臣把他的罪行查案定实，到时候连同刑部给他来个请君入瓮。那时，铁证如山，谅他韩宇轩也只能乖乖的束手就擒。这话说的有道理。老佛爷，微臣斗胆进言，微臣想请老佛爷配合演一出戏，来激一激那韩宇轩，看能不能对6国一统的事情查出点端倪来。哦，卢勇，你要使什么计策？说给哀家听听。老佛爷，微臣受那大苍鹰连环计的启发，也想出一个连环计。老佛爷，我就是怎么样？手气还行吧？哟，郡爷，这是要带暖暖姑娘去赌坊，还是去赴宴呢？赌2把。暖暖命真好，天天跟着郡爷到处乐呵。怎么着？你吃醋了？啊？吃醋你也去呀？赶明儿把你也一块包了，行不行啊？哎呀，那感情好，郡爷把我也包了吧？你说行不行啊？不关我事。这怎么又生气了？那这谁呀？啊，赌博呢，拍肩膀想让我出不了头啊？没规矩，怎么着？怎么是你啊？走吧。不，哎呀，小然，你烦不烦呐？那你就和我去玩2把嘛，要不就去暖暖那儿找几个姑娘耍耍，干嘛非拉着我逛大街呀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
你就别抱怨了，你玩的我都不想看。再说了，让你陪你弟弟逛逛大街，又怎么了？啊，从我出狱到现在，我可连你的面都没有见过。你说你这当哥哥的像话吗？这不见着了吗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还别抱怨我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要不是我呀，你们还没那么容易出来呢。听说了，为这还敲诈爹500两银子和1方古砚台。这不就叫顺手牵羊吗？对了，暖暖小姐，真是不好意思，陪我们2个大男人出来逛街，一定很无聊吧？人家说的哪里的话？其实暖暖也很久没有逛过西安的夜市了。说真的，其实声色犬马的场所远不如这夜市来得轻松惬意。嘿，我说我怎么觉得你们俩倒挺般配的啊？哎，要不然你们俩在一块惬意得了，我还一人声色犬马去吧我。好了，烦死人了！声色犬马。哎，素云。我想你了，想了好多天了。素云，怎么不能去啊？我偏要去。哎，走吧。哎，走啊！走吧。走，跟我走。好，我喜欢。哎，看见没？看见没有？这不是3清班的白牡丹吗？哎，她怎么来逛窑子了？是啊，这前头走着的那个小娘们是谁呀？哎，我说，快看，这不是死了的韩素云吗？她怎么又活过来了？她上这儿来干嘛呀？嗨，你没看《新京报》吗？死的那个是冒名顶替的，他呀根本就没死。哦，哎，可是他没死，他来这儿干嘛呀？哎，这是干什么呀？韩宇轩的大闺女小妾齐了，陈家老大老二也来了，还凑了去齐活的。谁是韩宇轩的小妾？哎呦，这你都不知道啊？白牡丹，全西安都知道白牡丹。哦，我说呢，白牡丹呀，白牡丹，原来也是个歪门邪道的主啊！切，走吧，走。走！哎呦，二位小姐，这可不是您二位该来的地方，请回吧，请回吧啊！凭什么不能来？为什么不能来？怎么不能来？您看看，咱们这有过女客吗？啊，这上面不都是女的吗？他们呀，不是这儿的客，他们都是这儿的姑娘。哎呀，没有女客，这不就是吗？哈，你们这儿非得要姑娘才能进来，是不是？也行啊，那就把你们的姑娘环肥燕瘦、美的丑的都给我叫出来，我一个一个的挑，挑到我满意为止，再陪本姑娘喝酒。你要吃饭上酒楼，要听戏去戏园子，要逗闷子去赌房。你一个大小姐的，您叫姑娘？您这是哪一出啊？妈妈，这是韩小姐在与你开玩笑呢。这是我的朋友，你别在意。韩小姐，这里人多嘴杂，我们上去坐吧。快走吧，别人都看着我们呢。那又怎么样？我堂堂巡抚的千金，为什么不能像男人那样嫖女人？我偏要在这儿待着。哼，去包间跟去酒店有什么不一样？哈，逛窑子，逛窑子，我看这儿最有气氛了。最有气氛呐，逛窑子。被窝里最有气氛，想去吗？我陪你啊。哎呀，大哥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呀？素媛，够了，我们该进去了。不好意思，麻烦你带我们去包间。那就跟我来吧。素云，你也太淘气了！你想让全西安的人都知道你回来了，也用不着选在这儿吧？明天人们还不知怎么议论呢。哎呀，怕什么啊？什么方法有用就用什么方法，我才不管他们议论不议论呢。那是，你怕什么呀？哎，我就倒霉了。赶明儿个西京报社一准标题就是“金兰姐妹夜上春楼嫖姑娘”，哎，陈氏兄弟
旧爱新欢齐聚首啊！干嘛又扯到我？关我什么事？对账啊，对账就是为了个对账，哎，就是为了个对账啊！图，咱不就图个工整吗？啊，我说小然，你也是，不是当时你和思琴走的时候，不是关系挺好的吗？怎么着，这几年没见就不认识了？哎，思琴，你也是，想当初你和小然玩得多好啊，老在一块玩，可是如今你不认识我了，也不认识小然了。啊，明白了，如今牌头大了，名气响了，就装着不认识我们了，是不是？陈俊，我当然没有忘记，不过有些人却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。谁呀？谁呀？不是，你不会是说我的吧？哟，思琴，我可真没忘了你，真的。哎，我到哪儿我不得跟人提一声啊？思琴，三秦班的白牡丹，那跟我可是旧相识，真的。但是您现在名声多大呀？啊，能跟您攀上关系，脸面上多有光啊！陈俊，你就别拿我取笑了，况且我说的也不是你呀。不是我哦，那你说谁呢？啊，不是思琴，你说的不会是小然吧？不是，哎，那你可是真误会他了，真的，你太冤枉小然了。小然这些年一直都没有忘过你。大哥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呀？思琴姐，原来你跟然哥哥是旧相识啊？有过几面之缘。几面之缘？不会吧？你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哎，别说我这兄弟了，我听着心里都不舒服。哎，三秦班的老班主当初就在我们家后院，也就是一墙之隔呀，一住就是7、8年。思琴，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，就我们哥俩，那怎么着？那跟你也是青梅竹马啊？不是，全忘了？嘿，哎，想当初啊，那是小然觉得我长得太帅了，他不愿意搭理我。你们俩老在一块儿，还带着那小沫子，也就这么高吧啊！天天你们给他点吃的，给他点喝的，就让他给你们当探子，然后这小子就翻墙过去找你，是不是？沉默给你们把风，只要爹一叫，他就给你提醒。我说真都想不起来了。陈俊，小时候的事都忘了，还提他干嘛？哼，就是，我也忘了。陈俊，那是你记性好，不像有些人贵人多忘事。像二少爷这样满腹经纶又出去留过洋的人，思琴就是记得，也不敢说记得，免得人家说我高攀，是吧，二少爷？不，是我不敢说我还记得。如今你已经是堂堂的白牡丹，说不定那个高攀的人是我才对。思琴姐，原来你跟然哥哥有这么大的渊源，你怎么从来都没跟我提过？素云，渊源2个字可不是随便用的。像你巡抚大小姐和他们陈家可配称渊源2字，我一个戏子可不敢跟陈府二少爷提什么渊源2字。思琴，拽什么文词儿啊？哈，还渊源呢？告诉你，只要不像跟着疯丫头，那是段孽缘就行了。啊，孽缘？我告诉你，我跟你是无缘的。韩小姐，这个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好歹你出殡的时候，瞧我这张嘴说的，都以为你死了，知道吗？给那具尸首出殡的时候，我们俊爷可真是哭得稀里哗啦，真的很伤心啊。哼，说到这件事啊，不提也罢。说起来的话，我倒想问问你啊，平时不是气我就是骂我，再不来就是损我。那天我出殡的时候，你干嘛哭成那个样子啊？还说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话。哼，该不会你也爱上我了吧？哼！我说韩大小姐，说话也要讲究点分寸的。这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大笑话，留神您说的时候悠着点儿。啊，幸亏不是你啊，
若要真是你喜欢上我的话，那才叫做敬天地敬鬼神。我说你们两个真的是天生的一对儿，一个是一派天真，一个是一派胡言，多好的一对儿啊！般配，你弄死我吧！看看看看，别说是般配了，说是一个妈生的我都相信。白老板，在下林云也曾在戏台之下数睹风言，白老板真是人美功夫棒。今日如此得遇近处，实乃林云之幸。您就是西安鼎鼎大名的贩马商林云林公子吧？小女子久仰大名，您谬赞了，我不过是个博人一笑的戏子，下九流之人。人不分高低贵贱，行行都出状元。但是就是有人偏偏不安于世，不满现状，这山望着那山高。我想人的高低贵贱，都是这样的人臆测出来的吧。二少爷说的太好了，原来我还不知道我为什么跟素云妹妹这么好。今日二少爷一语惊醒梦中人，我这才知道，我是为了攀龙附凤。白老板和韩府的人个个都好，又岂止是素云一个？你思婷姐，我对你可是真心实意的，哪来的攀龙附凤啊？然哥哥说的是某些人，不是说你啦。啊，那肯定说的不是我呀！我差点就娶了只母老虎，哎，不过多亏还没娶成啊，我这正偷着乐呢。咱就别说攀龙附凤了，我连降龙伏虎的心都没有啊！你说谁是母老虎？谁答应就说谁。你看看你们俩，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，怎么又吵起来了？在座的一桌呀，我看个个都是一对儿。刚刚然爷说的攀龙附凤，我看这里边就我最合适。白老板刚才说自己是为博众人一笑的戏子，我看我才是真正的卖笑的风尘女子。唉，这一桌呀，可真是连我一丁点坐的地方都没有。暖暖小姐何出此言？诚然绝非此意。二少爷，您没这么说，恐怕有些人就是这么想的。哎，暖暖姐，我以前听过你，但是没有见过你。今天我见到你啊，我才知道，难怪陈俊会为了你打破脑袋。原来你真的是个大美人啊！嗨，什么长门不长门的，有哪个姑娘愿意待在这个地方啊？但是啊，看你的气质啊、谈吐啊，你根本就不应该待在这里啊！听说你呀，好像跟了陈俊好几年喽。嗨，人家那么没名没分的跟你这么多年，你有没有责任感啊？为什么不把人家娶过门啊？难道人家配不上你当你老婆吗？啊，你要早点把人家娶过门的话，也不会害我们两家的爹向我们逼婚啊，这种事啊也就不会发生了啊！哎，我说诸位，哎，要不然喝酒吧？啊，喝酒！哎，别转移话题好不好？我问你的话还没回答我呢。不是你有完没完？关你什么事啊？我喜欢怎么着？你呀，管得着吗？陈俊，你别以为你理亏就可以跟我大声嚷嚷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才知道思婷姐说的是对的。你们男人啊，一个个狼心狗肺、无情无义的。哼！不对，这句话应该对着然哥哥说。除了他以外啊，你们男人啊，哼，没一个好东西。你这句话堪称经典，又何必加除了二字？你有没有和然哥哥谈情说爱？你怎么知道他会是个例外呢？我猜的。小时候然哥哥说过，娶老婆就是要会家疼、会家宠的嘛。他既然能说出这样的话，就代表着他不会像陈俊那个样子，坏坯子。韩素云，除了我弟，你眼里的男人全都死绝了吧？好啊，照你的意思，你爹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了。你爹也不是好东西，我爹也不是好东西，我们的爹都不是好东西，这天下的男人全不是好东西。不是你有病啊！你吃饱撑的，你疯了！你别说了，素云他知道他爹韩大人是个，对我爹是个大贪官，你们都知道，都不告诉我。好了，别哭了，你爹是你爹，你是你，我们大伙都知道你是个好姑娘。好了，素云，我错了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知道我不可能做出这种事儿来。素云，我就是口无遮拦，我就是个王八蛋，我死陈俊，我臭陈俊，我烂陈俊。素云，要不这样，你打我，你使劲打，我保证不还手。素云，你别哭了行不行啊？我求求你了，你别哭了行不行？你一哭我这心里都乱了。素云，你。
哎呀，哎呀，你别哭了。哎呀，素云，我去给你倒水，你在这乖乖的待着。素云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我求求你。要不然这样吧，我给你讲个笑话吧。啊！谁让你说了？谁让你说了？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我才不要你说呢！我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你说的对，你说的太对了。不过素云，只要你不哭，怎么着都行。哎，要不然这么着，回头带你去马场买匹马，买匹绝世好马，保证比陈安那小子的马跑得快。啊！你说的真的吗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呀？你瞧，你最会骗我，经常骗我，连我爹也骗我。素云，我保证不骗你了，真的。素云，我保证不骗你了，好不好？你说的真的吗？我说的是真的。你发誓？我发誓，我保证不骗你了。请订阅频道，帮我们留言、按赞、分享。